好特别哦，2块颜色，而且好明显哦。这次直飞到喀什，开始了5天4晚的南疆之旅。那我对南疆是充满了期待的，尤其是地理课本上的帕米尔高原。那今天就带大家一起走进这个神秘而美丽的地方。哇，好好看啊！今天这个天气我们也太好了吧？它是每天都这样吗？这个白沙湖其实它是一个人工水库，最初是由3条河流汇集到这里，经过人工的筑坝，才形成了今天这片美丽的这个湖面。而湖边的这片独特的白沙山呢，也是因为大漠沙尘沉积而形成的。湖水和周围的白沙山交相辉映，仿佛进入到了一种人间仙境。我是先去了白沙湖的北岸，几乎是没有游客，特别的安静，车可以直接开到离湖很近的地方，简直就像是自己承包了整个湖面。之后呢，我去了南岸，这里呢是一个收费的景区，设有木栈道，游客呢相对较多，但是呢好处是更加亲近湖水，还能够看到距离更近的这个白沙山的纹理。这里还可以在湖边骑牦牛或者是骑骆驼拍照。的最佳游玩时间是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之间，这时的风比较小，阳光洒在湖面，湖水的反光会很柔和，拍出来的照片的颜色色调都会很干净清晰。最后呢，再给大家推荐一家景区里的餐厅，这里的羊肉串真的是太好吃了，一串才7块钱。经过了1天的游玩，来一串热腾腾的羊肉串，绝对是旅行的一个加分项。从白沙湖游览完之后呢，我们前往木氏塔格峰，开车大概是50分钟。这一路上木氏塔格峰一直都在我的视野里面。海拔7509米的木氏塔格峰呢，宛如冰雪覆盖的一个巨人，山体的线条很挺拔、坚硬、庞大，就像一个守护者一样。这座巍峨的冰川之父带着冷峻的气息，让人更期待接下来的冰川徒步之旅。现在我们就坐那个向导的车，要准备上冰川了。今天天气巨好。那我联系了一位柯尔克孜族的向导，因为2号冰川并没有对外开放。本来我今天是没有想来的，司机他鼓励我，他说你可以来，加油加油！只有当地的人才能带上去。一路上车行的路都是碎石路，十分的颠簸。他们叫木氏塔格，这是1号，然后中间这里是2号，远处是3号，非常的野生。这里就是荒漠吧，就是我们地理课上学到的。我们现在在爬2号冰川，看一下，这坡很陡很陡，海拔4200米。徒步的路程呢，其实还是蛮辛苦的，要过3个陡坡。1990年的爬升从3200米到4400米。等我爬了大概3/4的位置的时候，是终于看到了这种冰塔特别的洁白，那蓝天湛蓝湛蓝的，白茫茫的冰塔林立，还是蛮震撼的。天哪，这种尖尖处有听到水的声音哎，真的是冰哎。我到了，我在冰川里面，爬上来太难了。我觉得下次你可以给客人一些建议，就上来的话要穿个冰爪，然后再戴个手套。手套太重要了，不戴手套太容易把手割破了。都是一些很尖的，就是这种冰渣非常非常的尖，我觉得最好是不要碰它，扎破的手。今天的天真的特别的蓝，我觉得人生就一次，我再也不会来了，发誓。上来还是有点难度的，我觉得。然后这边有一条缝，冰川的缝隙。在这个冰川的中间，远处可以看到昆仑山脉，映在这个冰川的中间，感觉超级棒。对于没有高反的人，我觉得随时可以来，但是有高反的话要稍微慎重一点。土果树，土果树，他说那是土果树，我以为是个什么树呢？嗨，非常壮阔的帕米尔高原，都是在我们地理课本里面看到的，还是非常震撼的。刚刚我们这段路走过去的时候，因为比较害怕，然后又有点高反，所以不敢看这个风景。现在往回走的时候，看这种沿途的风景，你看向导孤身一人走在那里，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那种荒野，然后孤独的感觉。没有什么植被，所以能够看到山体的纹路。如果植被非常茂盛的话，就是那种很娟秀的感觉。瑞士就是那种感觉。但我个人一直很喜欢，就是很苍茫的。现在这个时间已经是晚上7点了，我
天阳光很好，7点钟走下去，然后开到营地差不多是7点半这个样子。然后到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不周山入住，看我们的日照金山。即将日落时间的塔米尔高原，拜拜。因为路非常难走，如果大家有登山鞋，我觉得是最好的。雪的那个地方有点滑，碎石子也有点滑，最好是高帮的，以防崴脚。或者是像大疆的 Action 4，挂在身上就可以一直录了。然后女生最重要的是防晒把脸、眼睛、头全部要遮住。Oakley 的墨镜也比较大的，脸颊也可以遮住。然后挂在脖子上的这个遮脸的是打高尔夫球的一个遮脸罩，始祖鸟的冲锋衣，防风一流。里面是优衣库，优衣库真的性价比巨高，489。穿一个羽绒服的颜色也挺搭的，还可以把它捏成一个小团。结束了冰川的徒步，大概是晚上7点钟的样子，我们就开始返回。面的倒影，哇，这个好好看呐！我的天呐，有那种湿地的感觉。这次我选择了喀拉库勒湖的不周山营地，因为住在这里就能够看到穆什塔格峰跟贡格尔峰的日出和日落，还可以近距离的游览喀拉库勒湖。我们就在这个山脚下住，最漂亮的时间大概就是现在。我们住在这个景区里面的不周山营地。我的房间正对着穆什塔格峰，真的是好美呀！日照金山，看到了日照金山，但它下去的时间很快。这里远离人群，夜晚看到月光照亮雪山，走在湖边散散步、拍拍照，享受湖边的这份宁静和远处山峰的壮丽景色。可以完全沉浸在这种非常自然的美景之中。好了，现在去餐厅吃饭。这个虽然没有南迦巴瓦峰那么的精彩的日照金山，但是它晚上的这个挺好看的。现在看到了有月亮，半个月亮。这是太阳出来的方向，那边是穆什塔格峰。背后就是穆什塔格峰，然后前面还有个山，上什么山我忘记了。从不周山营地退房后，我们经过了塔赫曼湿地，看到了草原上成群的牛羊。但是比较遗憾的是，我没有看到湿地有水的地方，算是错过了这个景点吧。如果是喜欢摄影的人，一定要留足时间，可以在这里多拍拍照片，非常出片。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像一个县城的感觉哈，有路灯什么的。紧接着呢，我们沿着国境线附近的公路往塔县开。打卡了一家祖国最西边的咖啡馆塔飘咖啡，然后就继续前往盘龙古道。现在这个盘龙古道是一个单行向的15公里的上坡路，就跟以前玩头文字 D 的那个线路很像。
盘龙古道其实是一条这些年才新修的一个盘山公路，以前呢它是双向的，后来因为网红来打卡呀、拍照呀，就成了一个热门的景点。那为了安全，就改成了一个单向的通行的车道。这么酷的地方，我们能下吗？哇，好酷啊！四期带我们打卡了3个很好出片的机位。盘山公路这种弯弯绕绕的，然后伴着远处的帕米尔高原，我觉得算是南疆旅行中还蛮独特的一个打卡景点吧。一个分水岭，肉眼可见，跟天一样的蓝色。你看，就是那种靛蓝色的，真的很蓝。班迪尔蓝湖呢，是位于新疆卡什库尔干县，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的高原湖泊，湖水呈现出很独特的这种蓝绿色，湖面非常的平静，形成了一种很与世隔绝的这种美妙的感觉。这个湖因为它在帕米尔高原上这种独特的位置，常常被赞誉为帕米尔的明珠，平静而深邃。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蓝湖，确实颜色很蓝。这里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水的颜色，还有它的这种隐秘性。相较于其他著名的旅游景点，它保持着一种比较原始的、没有被过度开发的自然的状态。我觉得对于那种喜欢静谧的自然风光的人，还有喜欢摄影的人来说，这里还是蛮值得来打卡的。帕米尔高原独特的地貌给南疆的旅行带来了一种很极致的震撼体验。在巨物恐惧症的石头面前，自然雕刻的这种巨石，让你不觉得感受到了一种压迫感的存在。这是巨物恐惧症的地方。这里的冰川、雪山和荒漠的交织，创造出一种原始且雄伟的自然景观。在这种独特的地貌中旅行，无论是站在巨石旁边的静谧时刻，还是在冰川和雪山下的徒步，帕米尔的壮丽和神秘都深深地吸引着每一位旅行者。高原多样的地形让每一步旅程都充满了探索和敬畏，远离喧嚣，亲近自然，带来的是一种很深刻的心灵震撼。这一次南疆之旅让我有了不同的感受，尤其是对北疆看风景，南疆看人文的说法。在出发前我也曾听到过类似这个概念，但是亲身经历之后，我发现南疆的风景同样也是让人震撼的，尤其是帕米尔高原的壮阔景色，那种开阔的视野、雄伟的冰川和连绵的雪山，放眼全球也能与世界上最震撼的自然景观相媲美。这里的山脉和大地仿佛拥有一种很原始的力量，让人能深刻地感受到大自然的宏伟与神秘。结束了塔县的旅行，我们回到了喀什古城。喀什古城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，是一座充满异域风情的古城，融合了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、塔吉克族等多个民族的文化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商贸和文化交流中心。古城分为东城和西城，东城是游客聚集的一个很热闹的区域，这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传统店铺、手工艺品，还有餐饮的摊位。来到喀什不能不提到这里的美食，从羊肉串到烤包子，每一道小吃都充满了当地的特色风味。而西城呢，则更加的安静和生活化，这里是喀什人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吧。居民悠闲的在小巷中穿行，商铺呢也大多数为家庭经营，更多的体现了这种原汁原味的喀什风情。如果你想感受喀什最地道的生活气息，西城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茶馆里，老茶客们悠闲地品着茶，聊着天，跳着舞，异域风情真的是拉满了。
那还可以在古城里面拍一组民族写真，这个体验也是我在内地的城市完全体验不到的。这一次5天4晚的南疆之旅，带我走过了从白沙湖到喀什古城的奇妙路程。从碧蓝的白沙湖到穆什塔格的冰川，到充满历史与文化气息的喀什古城，在南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我不仅欣赏到了自然景观的雄伟与壮丽，也深入体验到了非常丰富的这种民族文化。所以，如果你正在犹豫是否要来南疆旅行，别担心，这里的风景绝对会让你惊艳。而这里的文化和历史更是可以让整一次旅行充满了故事和深度。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，南疆的风景与人文两者相辅相成，堪称是一个完美的旅行目的地。